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娜的美股频道。这期视频是分析群里的老板点名要我做的2只以太坊相关的个股。最近以太猛涨，相信有不少朋友也踏空了。先做一下风险警告，这2只股不是我们平时做的主流的好股票，它们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。追之前一定要小仓加止损，不要有过多的 FOMO 情绪。今天我们将从公司背景、财报数据、机构动作到股价的逻辑和操作建议，一一拆解给大家。OK， 那让我们进入正题。以太作为第2大加密货币，正在 Web3、DeFi 和 NFT 领域发力，所以很多公司像微策略买 BTC 一样，开始囤以太来包装自己，提升价值。SBET 和 BMNR 就是典型的代表，但它们的风险都是巨大，因为这些股的涨跌往往不是靠业务驱动，而是纯投机。BMNR 就更猛了，持有 83.3 万枚。这个视频我就先讲 SBET 和 BMNR， 然后再做对比，最后给出我们的操作建议。好了，先来聊一下 SBET。这家公司最近火爆，就是因为它持有大量的以太坊。在我看来，它的股价飙涨完全不是因为业务的基本面，而是纯靠以太坊的投机。暴涨的根源就是因为它现在持有超过28万枚的以太坊，几乎所有的资产都投进去做质押，然后赚取奖励。那么整个公司其实就是一个以太坊的仓库，完全不是靠营收增长。它股价的估值接近以太坊持仓价值的4倍。这意味着买 SBET 的股票远不如直接买以太坊或者是以太坊的 ETF 划算。尽管我个人是看好以太的长期发展，但 SBET 的股价纯属投机泡沫。在 NNV 溢价这么高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操作，建议快进快出，并且一定要设止损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公司的业务。SBET 主要做2件事。第一件，博彩技术，提供后勤支持给合法赌球的网站或 APP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帮赌博业做技术服务。公司原来就是赌博的背景，然后现在转战股票市场，也是挺爱赌的。第2块就是 Web3 区块链技术，这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。公司积极投入了以太坊生态。有趣的是，为什么 SBET 不买比特币，就像 GME 那样？首先，因为它起步慢，采用买币炒市值的模式，利用金融包装抬高自己的身价。第2点就是比特币太贵了，它公司市值小，买不起那么多。以太相对便宜，成本比较低，所以它大量囤以太。这点跟我们散户还是挺像的。本周的炒作点自然就是以太坊大涨加上 Web3 题材。对于市场最关注的3点就是：第一点，以太坊的资产估值，加密的波动会直接影响报表。如果以太坊涨，那么公司的资产自然是很亮眼的。第2点， Web3 新业务的进展，期待营收数据和合作项目。第3点，营收和现金流的改善，公司的运营是否好转，现金流是非常关键的一点。所以预期的股价波动，根据期权的数据，财报后波动 16.3%，在 19.57 美元到 27.19 美元震荡。一些小分析师预计2025年的平均目标价是 28.3 到 32.41 元。技术面的话，多空交战，短期不确定。让我们回顾一下它 Q1 的财报，营收下滑，股价震荡。Q1 的营收仅 74.1 万美元，年减 24%， 核心的业务萎缩，所有的线都一般发展，靠服务勉强支撑。公司也由盈转亏，净亏了 97.49 万美元， EPS 负 1.84， 财务处于一个恶化的情况。那么为什么亏这么多？有可能是运营成本高，再加上市场的波动。财报后呢，股价大跌，然后反弹 42%， 但是非常短暂。从5月底到7月底，整体下跌超 72%， 收盘价 21.99 美元，远低于发布前。对于机构来说，在 Q1 财报发布完后，瑞银、道富银行和 Virtual 等清仓 SBET， 没人看好基本面。现在的 SBET 也就是靠以太的题材吸引市场，股价暴涨无关基本面，而是以太的持仓。在以太的策略前，股价低于账面价值。21年到23年的营收增长好，但24年下滑 26%。在5月底以太坊收购后，核心业务估值毫无意义。在7月15日 ，SBET 宣称是企业最大的以太坊持有者，市值超10亿美元，
但 SBET 市值是以太坊价值的4倍。它的增资计划是5月底目标10亿，后面扩到60亿，流通股从1亿增加到2.33亿，但理论稀释权益，股价不跌反涨，为什么呢？出现反常现象的原因有这几个。第一点，大规模的增资让 SBET 成为全球的持币大户，吸引投机资金，市场预期公司价值跟以太坊挂钩，增资成为它的催化剂。第二点就是知名机构参与 ，Consensus、Pantera Capital、Glacis Digital 的入场，以及以太共同的创办人周森·卢宾任主席，把 SBET 当以太的 ETF 替代 ，FOMO 资金涌入。通常增资利空，但是在这里变成了利好。不过这种炒作很脆弱，一旦资金撤退或者是解禁出货，股价就会崩掉。以太突破 SBET 的潜力大，但继续增资加主力出货会快速跌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建议短线一定要设止损。现在看 SBET 日线的走势图，这里股价从低点反弹，但成交量放缓，你们可以看到5月后暴涨，7月回调。现在在23美元附近，如果以太涨，它可能会冲到39元以上。建议不要长拿，本周5前有机会炒作。主力想拉到39解套，如果你在23到39这段小仓位进，并且设止损，风险还是比较高的，财报前一定要注意。接下来再让我们看一下 BMNR。如果你要操作以太的概念股，其实我更建议选 BMNR。为什么？首先，它的绝对规模领先，8月份持仓83.3万枚以太，市值35亿美元，超过所有的上市公司，成为企业级的以太之首，压过了矿业公司，逼近传统的资管。第二点就是股价对以太的高杠杆，如果以太涨10%，那么它的资产增3亿加，估值也会随之同步上调，像微策略的 BTC 模式那样。第三点就是它的营收爆发 ，Q2 营收205万美元，年增200%，季增60%，而且它不只是靠炒币。第四点就是它的机构够强势 ，ARK Invest 通过 ARKK、ARKW、ARKF 重仓，7到8月2次进场，总超过2亿美元。Peter Thiel 持9%的股权，带来了资金人脉。BMNR 是美股区块链企业。强项是在于挖矿、沉浸式冷却，现在呢也包括了以太的管理和托管。他们有大型的矿场在德州，原专注于比特和以太的挖矿。他们家有一项核心技术叫沉浸式冷却，这是挖矿的尖端技术，同样也适用于 AI、HPC 数据中心。但现在还没有获得英特尔和英伟达的认证，如果认证，那么也会成为 AI 的概念股，估值更上一层楼。机构对于 BMNR 的看法就是以太坊版的微策略，他们的董事会公告就是98%的资金买以太，35天囤积80万枚。在这里说一个题外话 ，Thiel 和特朗普的关系，过去是盟友金主，但是现在比较偏向于保守。但是他的很多好友都是具有相当高的影响力，比如 JD 万斯还有马斯克。华尔街分析师 FundStart 创始人汤姆里正式接任 BMNR 的董事会主席，成为公司转型背后的操盘手。在汤姆里上任短短1个月内， BMNR 筹集的2.5亿美元就全部用于了以太的现货购买。汤姆里认为 BMNR 的价值不应该只看营收，而是要看作全球最大的以太财库平台。他定的长期目标就是让 BMNR 持有全球以太坊流通供应量的5%，然后再通过质押、投资、现金流创造。所以我们对它的后续观察也是以太的持仓升值、质押稳定，以及能不能吸引更多的机构。虽然沉浸式冷却以后可能会成为 AI 的主流，但现在还是以矿业为主，需要通过合作或者是认证，属于高贝塔股，波段操作也是要控制仓位，设好止损。所以它的短期建议就是股价强势，多头排列，有仓的话就继续持有，空仓的话建议追5MA 回测买，止损在10MA 以下，保守的话可以等20MA， 加密可以等回调后再进场买。因为本周很多人都 FOMO， 而且以太处于一个高位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家其实可以留意一下半导体还有药品关税吸引资金。再来看一下 BMNR 的日线走势图，强势上涨并且多头强，成交量放大，
如果以太破新高，那么它还是容易破120的。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只股。从规模上 ，BMNR 更领先，杠杆的话是类似的，但是 BMNR 业务更多元。在增长方面呢 ，SBET 下滑 ，BMNR 处于200%的增长。在机构上 ，SBET 大家集体清仓，而 BMNR 处于加仓。在技术方面 ，BMNR 也有着核心技术，沉浸式冷却，但 SBET 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地方。风险层面呢 ，SBET 的泡沫更大。BMNR 的话稳定些，总体来说 BMNR 更可靠 ，SBET 投机性更强。如果你看好以太，那么可以优先选择 BMNR。这两只股我不会进行过多的投资建议，大家还是要自行研究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互动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